今天学会了几种保存生姜的方法，这样保存一点都不易坏的，不发芽、不干瘪生姜，越放越香，特别的实用。说起生姜，几乎是我们每个家庭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一种食材。它既可以单独的食用，又可以作为调味品，同时具有药食同源的功效。所以平时习惯一次多买几斤生姜保存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很多人都不会保存生姜的，买回来生姜没过几天就腐坏了。总之，保存生姜特别的困难。首先，我们需要避开生姜的误区。有些人不管买什么东西，回到家不管30、21，全部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起来了。但是不知道的情况下放到冰箱内集体的冻伤，所以方法特别的重要。保存生姜方法一，我们取出一个纸箱，根据需要保存的生姜数量有限多少来取的大小就可以了。先往箱子底下铺上几张纸，报纸也可以，卫生纸也可以，厨房纸巾都是可以的。铺上纸呢，可以挡住底部的空气潮气，这样是要在干燥的情况下储存时间会更长的。接下来撒入一些小苏打，小苏打不要太多了，轻轻撒上一层就可以了。小苏打大家都可以随处可见，厨房里、超市无处不在。在人们的认知中，小苏打它是用来和面的，大家别小看它了，其实它作用特别的厉害，不仅可以新鲜空气、去污、去农药、除病虫，而且保存生姜也是一绝的。如果是买回来生姜没有洗过的呀，上面带有一些泥土的呀，这个时候呢，也不要洗掉，直接放到箱子里面去。生姜尽量不要去叠压，也不能磨蹭。有伤口的生姜、坏掉的生姜一定要挑出来的呀。会把好的生姜带坏的一层放满之后，我们可以再重复套上的动作，再放上一层，只要放完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有人会纳闷儿，为什么要铺纸和放小苏打？其实原理很简单的，小苏打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潮气，而铺上纸可以挡住底部的空气潮气，能储存的时间比较久了。最后，同样上面盖上一张纸巾，像这样密封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以把它与空气隔绝起来，而且能够隔绝光源，生姜也就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芽腐坏变质了。也有朋友们会问，如果家里面有1吨2吨的生姜，那是不是得浪费很多的小苏打呢？这个方法呢，只适合家里面用就可以了。建议你还是挖地窖，这样保存很多生姜是没有问题的呀，并且我们吃1年半载生姜还是新鲜的呀。再分享第二个方法，我们把生姜放入大盆里面，然后加入清水，可以多来一些，再加入食盐，我们把生姜洗干净。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可以把生姜洗得很干净的。生姜全部洗好了，放到空中把水分晾干。这里一定要注意啦，不能放到太阳底下暴晒的，否则会加速变热的程度，只需要晾干就可以了。晾干之后，找一个密封的罐子，一定要密封好的，可以盖上盖子的。罐子里面是干燥的，无水无油的。我们把晾干的生姜一块一块的放进去。生姜的表面水分一定要晾干的呀，不然的话会适得其反的呀。很多朋友不理解目的，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的，用盐水洗过之后呢，既可以杀死的细菌，罐子进行保存，能够隔绝空气与氧气的。再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这样的保质期呢，能够延长4、5个月，而且吃的时候和新买回来是一样的新鲜，每次用多少取多少。接下来第3个保存法，我们用白酒保存生姜。
需要我们保存的生姜取出来，放到白酒里面，裹上一层白酒，白酒的度数越高越好。很多人都知道白酒可以杀菌消毒的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白酒是可以保存生姜的。方法也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把每一块生姜都裹上一层白酒，坏的生姜一定要去除的，否则会把好的生姜带坏的。用到白酒能够很好的杀菌消毒，这样一来，生姜保存的过程中就不会被感染了，保存时间也会被提高的。然后我们将生姜放到通风干燥的地方进行晾晒。晾上好的生姜，我们放到一块保鲜膜上面，把生姜包裹起来就可以了。包裹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，一定要保证案板上没有水分，这样保存时间会更长的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把我们的生姜放到塑料袋子里面。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黑色的塑料袋，因为黑色塑料袋可以做到一个避光的处理。黑色塑料袋可以防止漏光，这样就会使得生姜发绿变色了，而且不会腐坏，最后密封好，排空里面的空气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切片保存法，我们把吃不完的生姜洗干净，晾干水分了，然后切成片，切成丝也是可以的。自己平常用的什么，用丝就切丝，用片就切片。有的朋友们很不理解，生姜每天都要买，为什么费力气保存？其实呢，原因比较简单的。像我们农村的地方特别的偏远，买东西的时候呢，都要是逢起去买，一个月逢节次数比较少的，一般是3至5次。这样呢，我们去逛街的时候就会少了，买东西的时候呢，也会少了很多。每次上街的时候都会买很多的东西回家保存起来，下次直接吃。还有一个原因是生姜有的时候呢，价格会贵一些，我们会在生姜便宜的时候多买一些回家保存起来的，这样就会节省一部分的开销。所以学会了保存生姜就特别的尤为重要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总结出那么多的保存生姜的方法了。不过都是自己实践用过的方法，特别有效果的呀。盖上盖子，放到冰箱冷冻保存起来就可以了。我们用的时候随用随取，特别的方便。这样冷冻过后的生姜的，我们吃着特别的新鲜的，和刚买回来是一样的。这个保存生姜的方法是和保存大蒜一样道理的，我们直接用直接取就可以了，也不会发黑变质的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生姜保存方法给大家分享完了，你们都喜欢哪一种呢？我个人觉得哪种都比较方便，如果你有更好的保存生姜的方法，欢迎下方评论一起讨论哦。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